从斜坡走下来之后就可以到了。其实这一个国家公园这边就有特别写说这是裸体海滩，可是这是什么英文啊 ？Nudity 没有下面的它被划掉，不知道，我们去看看吧。其实我自己搭过7、8次才出来的温泉。待会我们就要去爬271阶梯，现在通爬的位置呢是在。现在我在歌剧院旁边的岩石区，这里岩石区非常特别，是早期一开始英国到澳洲来的第一批的居民就住在这边，因为当时英国已经放弃了美国那块土地，所以要把澳洲变成下一个南半球的日不落帝国，所以它等于是放流那些战犯过来这边开垦，所以就在这边岩石区。在6日的时候，这边都有非常多的事情，那现在我们要去看看。Come on everybody, let's just roll that dice, my darling. Ooh, ooh. You say you need my love, but you just ain't getting through. 整个岩石区的在2日市集有卖很多手工艺的东西，然后旁边有非常多吃的，所以中午的时候可以过来逛一逛。不过这市集好像也是到4点或5点，还蛮早的。所以来的时候也要把握一下时间。在我身后的拓荒者雕像呢，是当初为了要纪念第一批澳洲的市民所做出来的。它跟以往雕像不太一样，雕像通常都是用立体的嘛，然后这个是往内凹刻，代表拓荒者的一个精神。因为第一批来到这里的市民都是属于军人或者是犯罪者，所以这个非常的特别。这岩石区的建筑物啊，因为澳洲政府呢要保留当时的文化，所以在这边的房子都还是维持原来的样子，只是在做整修。假日市集真的非常多人在这边晒太阳、吃东西，还蛮值得来的。别怀疑，这些都是袋鼠的蛋蛋做成的纪念品。岩石区之后，别忘了还有一个神秘的景点，就是当代艺术馆，里面是免费可以进去的哦。除了看美术品之外，它的3楼咖啡厅有世界绝景可以看，我带大家一起去看看。来到当代美术馆的4楼咖啡厅，看后面超多人在吃东西，应该是可以看到雪梨大桥跟雪梨歌剧院。可是今天因为有游船，整个把雪梨歌剧院视野都挡住了，我觉得应该可以过些时间再过来看一看。不过这里真的还蛮值得上来。来到澳洲还有一件事情要做，就是可以去体验一下裸体海滩，也是以前从来没有去过。这边有非常多的裸体海滩，除了大家比较常去 Lady Beach 之外，今天要和大家介绍的是一个 Ophelius 的一个海滩。要怎么去呢？就搭公车去最快。首先呢，你可以到这个温雅站公车 A Station 的地方找244公车。其实你 Google 一下，大概就知道公车大概什么时候会来。但是班次的话，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下，大概1个小时才一班。现在呢，我就要搭乘公车前往裸体海滩去看看，走吧。坐244的公车，大概坐有半小时吧，坐到最后一站，后就可以到这个地方下车，然后再沿着下坡走，就可以前往秘境探险。从斜坡走下来之后就可以到了。其实这一个国家公园这边就有特别写说这是裸体海滩，可是这是什么英文啊 ？Nudity 没有下面的它被划掉，不知道，我们去看看吧。我们
速的体验完了天体营，好爽！现在我要回去坐车了。里面的峡湾没有很大，然后有很多石头，可是今天的海滩很脏，有很多黑色的小沙，然后还有看到非常多的 party 游船，甚至还有小的贩卖船，还会过来这边卖饮料。我好爽，好吧？我觉得还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体验，然后要记得要带毛巾过来。里面呢算是提供喜欢裸露的朋友很棒的一个地方。好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哦，别忘了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我要去赶车了啦。